自己做的。嗯，因为只有2天的时间，有些地方做的还是很粗糙的，我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说过，只要你能顺利通过试用期，就可以自由选择想去的部门。说吧，想去哪个部门？我想去财务部做会计。我一直以为能够胜任我助理的人，一定会以留在总裁办为荣，没想到他却只想做个会计。AB， 你是故意打击我吗？其实我最早面试的就是会计，这是我最擅长的，我也想成全我自己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考虑考虑。这是今天刚刚到的私人信件，放哪儿吧？那我先出去了。不来呀？不会又让我们等1天吧？先别着急，再等等。谁是华研派来的？你们就是华研的人啊？啊，是我们。您是哪位啊？别管我是谁，你们这康普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贵的机器，说出毛病就出毛病。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你先大概说一说，机器出了什么故障？我们是用机器的，不是修机器的，我怎么能知道出什么毛病？就因为你们，差点耽误我们工期，真要有什么损失，你们拿什么赔？怎么回事啊？有话好好说，吵什么呀？于主任，于主任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啊！我们是想看看故障机器，请您让操作机器的同志演示一下使用过程。只要是在规定的范围内，康普是可以提供售后服务的。也行，那你们先去看看，看完之后我再给你们接风，好吧？哼，来吧，就这几台，全都坏了。先生，里面请。哟，于主任呢？啊，是这样，于主任呢，他有事走不开，所以说让我代替他过来。有什么事儿你们跟我说，都一样的，啊。啊，来，您里边坐。哎，请。请。请问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，姓杨。杨秘书，来，我敬您一个。这个酒嘛，就先不喝了啊。我来是为了正事儿。那个机器你们也是看过了吧？打算怎么解决？说说吧。杨秘书，刚刚工厂的同志给我们演示了一下使用过程，我们发现他并没有遵守之前培训时的注意事项，存在一些操作不当的情况。我又查看了一下系统日志，确定他的确是因为超负荷导致设备损坏的。别说这些，你们就说能不能修吧？可以，只是部分零件损坏，更换零件就可以了。只不过是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坏，不在我们售后保修范围之内，保送需要支付购买零件的费用。购买零件需要多少钱呢？50万左右。多少？你这是讹我们呢？杨秘书，实在是因为这些配件全部都是国外进口的，国内没有。这些配件在康普有明码标价的费用明细单，我们可以传真给你。别扯这些了，机器从你们这儿买的，
还在保修期，你们自己说不给修像话吗？杨秘书，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是因为柜厂的操作不当导致了设备损坏，康普就是这么规定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成天康普长康普短的，知道你们这种行为放在建国前叫什么吗？买办，吃里扒外，专帮外国人坑中国人的钱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，一期设备不解决，2期你们就别想签。就冲你们这奸诈的态度呀，我们也不敢再继续跟你们合作了。就这样吧，来解个道。谭主任，现在对方的态度很强硬，我们只能来请示您了。那你们能不能再争取争取呢？谭主任，您是没有看见他们的嘴脸，不但不想花钱，还拿2期来威胁我们。这个我明白，但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冷静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宝松它是个大企业，还不至于不讲道理，对吧？你们呢，也尽可能的跟对方再交涉一下。我在这边也再想想办法。而且这个2期工程对咱们非常重要。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尽量不要撕破脸。行，我们知道了。这信娱的孙子，故意派个破秘书来刁难咱们，真是够损。谭主任说了，宝松这个客户不到最后一步不能定。哼，他们呀，就是摆明了要来讹咱们。那破秘书不就这意思吗？啊，不想自己承担弄坏设备的后果，想让咱们免费给他们修。做他的春秋大梦。师兄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咱们不修，他们就会把责任全推在我们身上，趁机把设备全都给换了。反正不从他们自个儿腰包里面出钱。哼，这孙子打了一手好算盘，我不可能让他得逞。到时候咱们就直接公布，是他们自己操作不当导致的设备损坏，跟咱们一点关系没有。可我们手上没有证据啊。再说了，宝松是东北区最大的客户，万一真撕破脸，咱们的损失远远超过于他们。真到了那一步，你让其他客户怎么看我们？哈，合着咱们现在就是横竖不站立，哑巴吃黄连了呗。得，哥们儿不伺候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北京找新航。这不幸少了宝松，我找不来其他大客户。小闯，意气用事能解决问题吗？不是，咱们不都分析完了吗？这有的解决吗？当然有。第一，丢了宝松这个客户，你我都担不起。第二，你在东北大区耕耘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积累的口碑一定会受影响。第三，先不管于主任这个人怎么样，宝松是国家骨干企业，咱们有责任为国家解决资源问题。啊，是，就你伟大，就你无私。师弟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在助长恶人气焰，他们摆明了要讹咱们，咱们不能让他们讹呀。小闯，有一句话我一直要告诉你，今天我必须要说。自从你和谢航谈恋爱到现在，你越来越容易急躁，也越来越浮躁了。不是，咱们说话，你提谢航干什么呀？这就没意思了啊！是我没意思。脾气比我还大。
谁让你进来的 ？Get out！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有点担心你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呀？没有人可以帮我。至少我能陪你喝酒，不管你是宣泄还是倾诉，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。你有病吗？你不是应该讨厌我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因为每个人都讨厌我呀，每一个人，我的同伴，我的对手，我的仇家，还有我的爱人。我前夫要再婚了。对不起啊，知道了。你难道不奇怪，为什么第一天面试，我在车里拉住你，让你帮我买杯咖啡吗？你难道不奇怪，为什么我总是让你帮我安排医生吗？因为我有躁郁症，没有人能受得了，没有人能受得了。你跟你前夫是因为这个分开的吗？我倒希望是为这个事情离的婚，至少我可以折磨他呀，至少我可以用我的躁郁症去折磨他呀，也好过现在他离开我之后，我得躁郁症，我自己折磨我自己啊。你听到这首歌了吗？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他弹给我的，多讽刺！明天他就要跟别人结婚，我却坐在这里，昔日重现。你不是要帮我吗？你是不是要帮我？当然。那你按照这个地址，给他寄一份恶心的礼物，算是我给他的新婚礼物。哎，跟我一起那小伙子，看见他去哪儿了吗？看到他出去了，但是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谢了。哎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
我算算几种维修方案，看看怎么能最大限度的压低零件成本。算出来了吗？都不太理想。唯一一种最大限度节约成本的办法，就是放弃新配件，改用二手的。师弟，咱这就是狗男耗子多管闲事了。你就算非要管这个事儿，咱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。为什么？咱们是康普的销售，代表的是康普的利益。在咱们决定做销售那天是签过合同的，这是职业操守的问题啊。你现在放着康普的新配件不换，给他们换用二手的，保松倒是省钱了，但康普呢？康普的利益怎么办？道理我都懂。师兄，你知道我之前为什么留在华研吗？因为咱们两个一起解决了保松厂的仪器设备，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。那时候，我第一次觉得人生有这么大的意义。换这次来说，明明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修好，我舍不得让他们花那么多的钱去买新的配件。你还记得那个杨秘书说咱俩什么吗？吃里扒外的买办。我这次一定要告诉他们，咱俩不是那种人。师弟，那孙子说的话你也往心里去。我有话就直说了，这次你到底帮还是不帮？如果你不帮的话，我就自己想办法。帮？那怎么可能不帮嘛？这，哎呀，想想啊，想想。还有最后一招，咱们给老鲁打个电话，看看他还有没有辙。下官马宏勇参见钦差包大人。喂，喂，老鲁啊，我小闯，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啊。小闯，是你啊，兄弟，你说。你卖康普大型机的二手配件吗？康普？康普好像还真没有。那你能搞来吗？只要是质量能够保证，经过专业质检的就行。或者其他牌子的二手配件也可以。国外有一家叫岛安公司的，专门整这个配件。这么着，你给我列一个详细的单子啊，我回头我联系你。老鲁啊，是这样，我跟裴庆华现在遇到一点麻烦，需要一个最低报价去跟对方交涉。你帮忙压价呗，然后也别加钱了。不是，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？耽误你赚钱了。这样，以后我一定找个机会给你补上。我小闯说到做到。不是你，哎呀，行，行不行？谁让呢？我认你俩是兄弟呢。谢了。怎么样？搞定，老鲁答应帮忙了。师兄，谢谢你。别叫我师兄，你也不是我师弟，你是我祖宗。二手的？是，国外有很多客户都习惯租赁大型机，等到品牌推出了新的设备之后，他们就改租新的，接着品牌会把退回来的设备转卖给这家公司，所以虽然是二手的，但实际也很新。二手的就是二手的，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再耽误生产怎么办？这个您放心，品牌在转卖之前一定会对产品进行测试和认证，而且这次更换的不是核心部件，所以您完全不用担心。于主任，这次对方给的报价是10万元，仅仅是新配件的1/5，而且我们华研这次在中间也没有赚取任何的差价，你们完全可以自己找人去聊，自己找人去维修，也花不了几个钱。这就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。这保修期内维修本来就是你们分内的事儿，凭什么让我们保松多花钱呢？如果咱们要是硬拿不是当理说，我觉得咱们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。于主任，
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。如果你们还觉得不行，那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哈哈，急什么嘛？我又没说不行。早一天修好，车间就能早一天恢复生产。如果你们能尽快的完成维修，这2期的订单肯定还是你们的。杨秘书，尽快落实一下。Lydia，您找我啊？我让你寄一份礼物，恶心他。你寄了什么？我寄了一个音乐盒，会唱那首德彪西的《月光》。果然，你有自作主张。我只是觉得，过去就是过去，没有任何分量。往往是因为人自己耿耿于怀，才赐予了他力量。就好像身上背了个枷锁，永远得不到自由。Lydia，我和您认识的时间不算长，但我觉得你不应该被困在过去。他给我写了封信，说谢谢我，也说了跟你一样又臭又长的话。作为我的助理，你总是擅自行事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您要怎么处分我都可以，我没话说。那好，以后你不要来我这儿上班了。你不是想去财务部吗？下周去财务部报道。谢谢。这次是我谢谢你。方便面、啤酒、饮料。激活一下来。你看你要什么？好的。大哥，麻烦您收下脚来。来。哎，谁能想到咱们来东北一待就是待了10几天。老宋找的那俩工程师啊，手也太慢了。要是换咱们陪工上场啊，早修完回北京了。术业有专攻，可是大型企业，你真当陪工什么都会啊？反正保送这地儿啊，我是不想再来了。报纸、杂志、方便面。那纸，体育报有吗？有，给。对啊。哇，跟伊拉克一组，情况啊不容乐观呐。哎，你好，请问这本杂志有创刊号吗？没有，这本是最新的，你要吗？帮我拿一本吧。好的。行，那我们俩一起付了。啥情况呀，裴工？这不少男少女看的吗？你看这玩意儿干啥？我就打发时间，随便看看。给，找你2块8。谢谢您啊。这个展柜一定要擦干净，一个指印都不能留。一板啊，你递我2张报纸来。小面啊，我刚扫过，你又给我弄脏了。不脏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我能弄好。什么不脏？你看看。你干活吧。哎呀，回来了！啊，裴清华终于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哎，辛苦了啊！回来了。昨天就听说你们的喜讯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俩呀，肯定能拿下。这一下啊，咱东北老大的地位可彻底坐稳了吧？对不对？那节目咱再也没脾气了吧？是不是？那肯定的呀！我和我师弟出手，那不手拿把攥吗？是。哎，这不是还没下班呢吗？怎么就开始收拾了？啊，你俩不知道，过2天康普总部的副总来这边开会，顺道来咱们公司啊参观参观。那我们一块儿收拾吧。哎，不用，用不着这点小活你们就别掺手了。谭主任还在办公室等着呢。哎，
那康普副总来开什么会啊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不过我先提醒你们啊，汇报的时候谨慎点。老谭最近脾气不太好。他怎么了？出啥事儿了呀？不是老谭出事儿，是他女儿。他女儿怎么了？听说是面签被拒了，老谭为这事儿发了好大的火，搁谁能不急啊？眼看出国就要水到渠成，突然功亏一篑。哎，人家的事儿，你急什么？对啊。哎呀，你说那么邪乎，我都吓一跳。嘿，我还当什么事儿呢？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啊？哥，你说什么？啊，谭主任不是跟办公室等着我们吗？那我们赶紧去吧。走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来吧，我干完呢。来，怎么样啊？这回去东北还顺利吗？哦，过程中出现一些事情，他们的一期工程有些设备出了状况，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了。哦，那好，说说怎么解决的？谭主任，老谭，好消息啊！啊，林主任，林主任好。哎呀，你们俩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好，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。机电部计算机司要举办一场企业家信息建设交流会，我们作为企业代表啊，要第一个上台做汇报。这是邀请函，你们看看。哎，我这次啊，特意邀请了康普总部的史宾塞斯先生参会。小闯啊，你这次给咱们负责上台主讲，稿件方面，裴静华帮他好好弄一弄。好，一定。会议临结束时候啊，要择优颁发一个信息化建设服务大奖。行，那我俩好好准备，到时候争取给咱们华研拿下大奖。好，等你们的好消息，给你们放半天假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哎，谢林主任，去吧。谢林主任。哎。哎，你刚才是不是准备提二手配件的事？不是，我要是不拦着你，你该不会还要说这主意是你出的吧？本来也是啊。是什么事呀？这是好事吗？而且老林也说了，这些小环节我们自己做主就行了，他压根儿就不想知道。帮我拿下包。去哪儿啊？下班了，肯定是去找谢航呀。你呢？我去趟图书馆。这就要找材料写发言稿了？你别着急啊，等我回来咱们一块儿弄。行，宿舍等你啊。哎。我求求您就帮帮忙吧，就是那本刘学宇签证指南，它明明显示已经还回来了，但是我找遍了也没找到。哦，那本书啊，那个同学在那儿看了一下午了。啊，谢谢啊。谭元儿。你怎么还没有穿我给你买的新衣服啊？那么贵的衣服上班穿多浪费啊！等到重要场合的时候再穿。哎呀，衣服买来就是穿的，别舍不得呀。穿旧了再给你买。好，这次出差还顺利吗？顺利。这单签完之后，今年的销售冠军基本上又稳了。你是不知道老林和老谭是怎么夸我们的。你是不是？应该给我来点奖励呢。怎么样？最近 Lady 啊，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他除了难伺候点，其实人还挺好的。他要是再欺负你，哥们儿扎他车胎去。人家坐的是轿车，而且现在我想感谢他还来不及。为什么？他同意我去财务部了。真的？哟，那太好了！走走走走，咱们今天啊必须得好好庆祝，恭喜你逃出魔爪！我真的太轻敌了，
我凭着自己口语还行，我根本就没怎么复习，结果那个签证官问的问题又刁又钻。你下一次面签是什么时候？下个月。谢谢你帮我借的这本指南，我真的现在全靠这本指南了。这本书还是先给我看吧。啊？以后每周4下午你来我宿舍找我吧，问题我都整理出来，我来扮演面试官。嗨，没事啊，我自己能行。上次你在你爸办公室里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已经被拒过1次了，如果连续2次被拒，以后的难度会越来越大。那你不用上班吗？我攒了很多假期。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每周4下午没课呀？是吗？我随口一说的。没事，你换个时间也行。没事啊，就周4下午呗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于主任，一路辛苦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用来接我。哎呀，您这大老远的都来北京了，我要不好好招待您，那哪说得过去？你看这次会议得连开3天呢，我终于有机会能好好跟老哥叙叙旧了。哎呀，我实在是帮不上你们杰弗森，所以呢，你也不用请我吃饭。我着急赶到部里。啊，这刚来就要去汇报工作啊？你还记得我们厂那个罗处长吗？记得。人家现在调到部里去了，而且还提了司长，点名说要见我。你说我敢怠慢吗？那这下估计我这日子也不好过了呀。这次开会，你是不是得上台做报告啊？啊，对。好好准备准备啊，别整像歪门邪道了。哎，是，您说的是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金秘书，这茶水我都喝了3杯了，这司长的会还没开完呢。老于，着急要去哪儿吗？这么会儿时间你就等不了了。罗司长，好久不见，我这一下车呀就直接奔这儿，传达一下厂长对您的问候。还有，这是会上的发言材料，您看一下。还是流于表面。咱们宝松作为信息化建设的第1批试点单位，你不能只给我介绍一些面子工程。哈哈，您说的是，那我拿回去补充一下。有些事情我早就想找你单独聊聊了。是关于宝松？关于你。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这个还得请罗司长点拨点拨。工作上缺乏求真务实，尤其是在跟企业合作的时候，不能只顾着发号施令，一切要以厂资的利益为核心。您批评的对，我一定改正错误，端正姿态。改完再给我看吧。来。是不是罗司长又难为你了？有什么办法？人家现在是领导，就是天天批评我，我也得听着。哎呀，我比你还惨呢！这个季度销量不好，大会又被华研抢了风头。
竟然安排他们第一个发言，肯定又把你们保送的案例拿出来大吹大擂。不过有个事儿，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解决你们1期配件的问题，那可需要一大笔钱啊！他们华研就甘心掏了？怎么可能？哼！那你们就自认倒霉吗？也不是。要说华研那2个销售啊，也是很不错的啊，脑子活，路子又广。他们不按常规出牌，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。哼，折中的办法？哎，说来听听。张总，这回全被查封了，咱们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出去后，你还跟姐干，货是被查封了，咱路子没断。哎，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。哪个是舒志红？我就是。出来。哦。出来。你还真是个记者，如假包换啊！里边那个张总还有个上线，深挖一下，肯定会有个大案子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都是为了调查真相。主编怎么才来呀？哎呀，这北京到长沙这火车就要坐多少个小时？这够快的。哎，你还怪我慢了？你算算，我来派出所接你几次了？也就3、5次吧。3、5次还嫌少了？这咱能坐视不管吗？这样，我安排你去跟个会议，是一个企业信息建设的交流会，3天的时间，就当给你放假了。这个会议我可没动力跟，您还是换别人吧。哎，这可是个好选题啊！现在全世界都在讲什么信息化，但是我们做新闻的，更应该在细微处见支柱。但是我更喜欢于无声处听惊雷。不然人家怎么说我一支铁笔行天下，百折不回舒志红呢？不去扣奖金。行，我去。反正就算是报道信息化建设交流，那我也能从中挖出什么黑料。反正我是舒志红眼里的猪肉啥的。呀，这给你能的。哎，志红，这个是企业信息建设交流会的材料，我顺路给你拿回来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这么多企业参加呢？那当然了，这个会机电部牵的头，上面特别重视，主编让我特意叮嘱你啊。行，我研究研究吧，看看哪些可以作为新闻的切入点。请问哪位是电子科技报的舒志红记者？我就是，什么事儿啊？您好。你好。我是杰弗森的经理王冲，能跟您聊点事情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王经理，我这还有几篇稿子要改，可能没时间啊。那您可能更需要跟我好好聊聊了。你要找我聊什么？你不是要报道信息建设交流会吗？我这里有一些关于华研的线索，想提供给你。你为什么要给我提供线索呀？我这个人特别有正义感，跟你们记者一样，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这我可没看出来。说吧，你跟华研什么关系？那好，我就实话实说吧，我们是竞争对手。怪不得，可是我对你们的商业竞争不感兴趣。那如果他们在商业竞争中违规作弊呢？违规？没错，他们不仅倒卖2手洋垃圾，还暗中吃回扣。不知道这2点，舒记者有没有兴趣呢？说说看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嘞，好嘞，下周3给您发合同。再见再见。
哎呀，又是一单哎！哎，楼下来了个人啊，咨询大型机的，点名让宝松的销售去谈，你俩谁去啊？有我师弟在，这种事还用我出马吗？销售冠军就别谦虚了，赶紧的。冠军肯定得压轴啊！你想想，等你陷入危机，我再出来救场，那多威风啊！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，走吧。哎呦！你好，我是华研公司的销售裴庆华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？啊，你好，同志，我们公司想订购大型机过来咨询的。这边请，坐下说吧。好，谢谢。请坐。来，您请喝茶。谢谢。我是华研的销售肖闯，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呀？怎么称呼您啊？我是东北财险负责采购的，叫我小张就行。东北财险。据我所知，东北财险好像不怎么需要大型机啊。我们公司也有数据需要分析和处理。张经理，是这样，因为大型机和微机的性能和用途都有很大的不一样，所以在价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您要不要先把您的预算告诉我，这样我好给你推荐合适价位的机器。我们也是领导安排下来咨询的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预算嘛，我们单位还真不富裕。听说你们除了正规机型，还有其他品牌的二手渠道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二手渠道。是，我们华研从来只做全新的产品。宝松也是我们的客户，老板之间都特熟。你要是在这儿不方便的话，也可以私下告诉我。不是，我想你可能真的误会了，我们这里真的不做二手的。哎，张经理啊，是这样，我们的确不做二手，但是如果您真的需要，我们也不是不可以给您找。这个呢，是康普各个机型的配置单，您先看一下有什么需求。好。对了，应该是宝松那边信管办的赵主任推荐您来的吧？对，我跟赵主任特熟。都是老熟人了。他不是来买机器的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就是这么对待消费者的吗？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拿出来，还是我替你拿？我告诉你，光凭这个，我可以直接去公安局报警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记者。您早说呀，您是记者。得罪了。那个，我们还以为你是什么商业间谍啊什么的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我们继续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记者，请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，或者你想调查些什么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问。你是第一个扯我录音带的人，希望你们真没什么事儿。如果被我查出来的话，这笔账我迟早跟你们算清楚。一个记者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儿来调查我们？咱们一没吃回扣，二让国企节省了资源，
没什么好担心的啊，咱什么都没做错。人世的沉浮如风云翻涌，似真似梦，谁能懂？凭一身热血成今生英勇，此心此情谁与共？浪潮起伏多暗涌，多滚腾难改我不甘，此生虽不平庸，铁塔在高耸，在攀登着好几亿人，红迷如中震荡在胸中，迎面吹呼啸的风，吹开千般相思的涌动，爱恨跌宕都笑看苦痛，远方灯火唤我一而再的迎风，看时代呼啸的风，更新不息的信念重生，唯有晴雨一方能始终，踏遍长路再问天地间谁是英雄，看呼啸的风，那呼啸的风，迷雾的深中夜已心惶恐，铭心刻骨难击红，随他人嘲讽笑谈我愚勇，成功是一皆有用，浪潮起伏多暗涌，多滚腾难改我不甘，此生虽不平庸，铁塔在高耸，在攀登着好几亿人，红迷如中震荡在胸中，迎面吹呼啸的风，吹开千般相思的涌动，爱恨跌宕都笑看苦痛，远方灯火唤我一而再的迎风，看时代呼啸的风，更新不息的信念重生，唯有晴雨一方能始终，踏遍长路再问天地间谁是英雄，看呼啸的风，那呼啸的风，那呼啸的风，迎面吹呼啸的风，吹开千般相思的涌动，爱恨跌宕都笑看苦痛，远方灯火唤我一而再的迎风，看时代呼啸的风，更新不息的信念重生，唯有晴雨一方能始终，踏遍长路再问天地间谁是英雄。